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析三份市場報導。首先，港股有色金屬板塊延續強勢。4月19號，洛陽鉬業收市上漲超過 10.25%， 中國有色礦業上漲超過 4.78%， 興發鋁業上漲 3.99%， 五礦資源上漲 2.13%。消息顯示，洛陽鉬業於4月18號公告，剛果混合礦中區項目已經實現進入測試，項目預計2023年投產，將進一步釋放 TFM 同鈷礦產能。分析指出，長期嚟講，歐美加息即將進入尾聲，國內消費持續回暖，有色金屬價格利空因素有限。而期貨市場方面，國內部分有色金屬品種當日都大幅上升，其中鎢鎳暴升 4.20%， 鎢鋁、鎢元漲幅都有不同程度嘅上漲。從宏觀角度嚟講，美國3月 CPI 同比超預期回落， PPI 同比超預期放緩，經濟下行好難避免。加上上週披露就業數據有所降溫，美聯儲加息週期可能進入尾聲，而且國內3月社融數據超出預期。3月人民幣貸款繼續放量上升，新增人民幣貸款 3.89 兆，同比多增7497億。國內經濟數據正面，工業增加值同製造業 PMI 指數都位於擴張區間，加上有色金屬行業需求擴大，所以有色金屬消費持續向好。國家對光伏支持政策將進一步提升終端需求情緒，主要有色金屬品種社會庫存已經進入去庫存階段。上面提到嘅情況都會對大宗有色金屬價格造成利好支撐。關於銅方面，倫敦金屬交易所銅庫存處於相對低位，目前庫存低，對價格有一定支撐。此外，隨着房地產、家電、電網等行業消費增加，同現貨庫存持續去庫，供需緊張亦會形成銅價嘅較強支撐。就鋁方面嚟講，據 SMM 數據，國內電解鋁銀社會庫存已經降到接近5年低位。喺供應生產速度較慢嘅情況之下，房地產同電動車等領域消費增加，帶動電解鋁嘅需求提升，鋁庫存持續下降。國家對光伏支持政策都會進一步提升需求情緒，相信鋁嘅上漲趨勢暫時不會改變。關於貴金屬方面，有分析師指出，由於美聯儲加息可能會提前結束，貴金屬價格依然有上漲空間。近期美元指數下跌，貴金屬價格繼續上漲。美國3月 CPI 同比增幅創接近2年低位，證明美國通貨膨脹壓力放緩，美國經濟衰退會進一步催生貴金屬避險需求，金價依然有上升空間。總括嚟講，目前國內外多種因素會對有色金屬價格形成利好嘅支持。到下一則分析報道 ，Tesla 2023年第一季度財務業績未達預期，宣布2021年相關財務指標未來都會有所下降，但全年車輛生產預期仍保持180萬。由於 Tesla 實施降價措施，競爭優勢仍然保持領先，但多種因素，例如原材料、大宗商品、物流同維修成本增加，平均售價下降，新工廠未充分利用等，導致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營業利潤率下降4到7個百分點。馬斯克表示 ，Tesla 嘅員工同股東致力未來，同時計劃推出新嘅汽車平台同能源產品，睇好未來嘅發展。雖然 Tesla 嘅財務業績未達預期，但仍有好多分析師同投資者睇好長期嘅發展潛力。未來會繼續擴大電動汽車領域嘅市場地位，同時加強同國內外重要夥伴嘅合作。Tesla 仲會推出新嘅技術、新產品同埋更平價嘅車款，擴展客戶群，維持穩定營業利潤。而 Tesla 全球品牌知名度同埋技術優勢，亦會為未來嘅發展提供有力支持。目前市場主要關注嘅係 Tesla 喺電池供應穩定性嘅問題。Tesla 表示已經有計劃繼續開發新電池技術，建設自己嘅電池工廠以滿足未來嘅需求。總括嚟講， Tesla 嘅股價呢一段時間一直都保持180到200美元左右，但 Tesla 財報公佈後，股價下跌至低於170美元，估計係因為投資者對 Tesla 利潤下降嘅擔憂。不過市場上嘅分析師同大部分投資者仲係對 Tesla 長遠嘅發展抱住樂觀嘅態度。到今日最後一份分析，台積電4月10號公佈3月合併後營收1454.08億，月減10.9%，年減15.4%，首季合併營收5086.33億，未達到預測預期。由2019年首季爆發光咗翼事件後，近4年首次見單季新台幣計價營收未達標。不過有分析師推測，台積電首季新台幣計價營收達唔到預期，但美元營收如果用實際匯率反向計算，應仍有機會達到167億美元。至於新台幣轉換出現落差，屬於匯率浮動上嘅關係。到尋日20號，台積電正式公布2023年第一季財報，合併後營收約5086.3億，稅後純利約2069億，按季縮減約30%，
年增長2.1%，每股盈餘1.31美元，其中毛利率56.3%。預計第二季度營收按季減6.8%，表示毛利率同盈益率將再下降。同2022年同期相比，2023年第一季營收增加3.6%，稅後純利同每股盈餘都增長2.1%。再同前一季比較，2023年第一季營收減少18.7%，稅後純利就減少30%。如果用美元計算，2023年第一季營收167.2億元，較2021年同期減少4.8%，較前一季減少16.1%。2023年第一季毛利率56.3%，季減5.9個百分點，年增0.7個百分點，營業利益率45.5%，季減6.5個百分點，按年同期減0.1個百分點。稅後純利率為40.7%，而5奈米製程出貨佔台積電2023年第一季晶圓銷售金額31%，7奈米製程出貨佔全季晶圓銷售金額20%。合計先進製程類別營收達到全季晶圓銷售金額51%。用產品分類計算，第一季高效能運算營收佔大約44%，智能手機34個百分點，物聯網9%，車用電子7%，消費性電子2%，其他4%，除車用電子增加5%，其餘產品都係下降，最多喺手機下降27%，HPC 減14%，其他18%，物聯網下降19%，消費電子下降5%。總括嚟講，依目前業務狀況評估，台積電展望2023年第二季，合併營收預計介乎152億美元到160億美元之間，毛利率預計介乎52%到54%之間，盈利益率預計介乎39.5%到41.5%之間。毛利率同盈益率將再下降，相信會對股價有一定壓力。今日所有精選嘅報道分析就到呢度，明天再見，多謝大家收睇。